這是打算做一期畫師挑戰系列，根據自己的觀察解析畫師的風格特點，然後自己再利用這些學到的特點畫一幅畫。我覺得呢，其實在學習的階段有一個學習的目標或者对象，會比較有方向。這其實也算一種學習的方式，觀察了總結，總結了再實踐。這樣看到一幅畫的時候，你就會有更多的思考，為什麼這幅畫會好看？它的優點是什麼？你應該學習的是什麼？你因為它的什麼而被吸引？是它的笑容？是笑容，但是這些想法都是我自己個人的想法啦，覺得有用的話也就可以試一試咯，但是也不一定是對的啦，我就是一個小卡拉咪。那說完前面的廢話，就來介紹一下這次要挑戰的畫師，就是一位新加坡的畫師維維。那他呢，就是一個非常紅的畫師，他的風格看着就比較低調、內斂、沉穩，然後有一種黑幫氣質哦。看美圖之前呢，我先說明一下。我一般看圖會注意哪些點？那也是我之前的視頻有說到的，素描、比例、顏色這3方面。但是這只是一個大的方向，去到更細節的話，可能可以看到他會用什麼元素，背景，然後世界觀什麼什麼之類的。那我們就邊看邊說吧。我對他的印象就是從這個系列開始，印象就是一些東方風格的元素，斗笠、女巫帽子、皮帶，一些黑色、紅色搭配。女生，還有一個發着黃光的耳飾，感覺這個耳飾已經是它的一種符號了。那我們就先來分析它的素描關係有什麼特點。大白話就是黑白灰，那黑白灰怎麼觀察區別呢？現在我們看一些例子，像是一些寫實風格的素描關係，一般會有很複雜、很豐富現實當中所能看到的光影變化，這就是這個風格的要點。這就要說回來，為什麼你看到這類作品，你會覺得很寫實？很真實，因為它畫面所呈現的信息容量很大，所以也就貼近現實。像是說光，它有主光、高光、反光、環境光的影響，一些光在物體、地面的漫反射、天空的漫反射還有一些前後的空氣透視，這些滴滴咚咚啊。那當然還有那種沒有那麼寫實的風格，這種風格我也不知道叫什麼，好像有聽別人說是厚塗、偽厚塗、2.5D 還是什麼的。這類風格就會取捨一些寫實的內容，讓畫面變得更加主觀一些。像是一些地方的壁色，它會做一些取捨，會讓一些物體的素描關係做得更加的透亮、通透。那還有更加平面的賽璐璐風格，這類風格就更強調形體線，反而素描關係就不是這個風格的主要看點，它主要就是以簡化、乾淨。大多都是形體區分，也就是常見的說法2分化。那我們現在倒回來看他的作品，重新帶入思考，是不是就能大概分類出他的偏向了？根據我的觀察呢，他的素描關係會去到很寫實，而且畫面會有很多部分接近於黑，大多都會佔畫面的50%以上。但是他的臉部結構，他一般不會畫得太過寫實，就是會弱化一些臉上凹凸起伏的一些結構。那接下來就來看看比例的方面。其實比例方面也是很貼近現實的人體了，不是那種很誇張的10多頭身，是比較標準的8頭身，而且還是穿着高跟鞋的8頭身，所以看着會比較貼近現實，而且看得出作者沒有把人物的肌肉、脂肪什麼的畫成非常誇張的那種很纖細的感覺，因為就算單從比例也能看得出個人風格。所以這也是很值得思考的方面，甚至也是未來你想要形成個人風格的一個路徑。至於五官呢，作者會比較偏向戲劇感的完美五官，會簡化一些結構，讓面部偏平整一些。肯定有人會疑惑，這不已經是很寫實了嗎？這個區別就還比較微妙。像這樣的類型就非常寫實，但是嘴唇、眼睛的結構、皮膚的質感這些東西，他們都會把它表現出來，不會省略。那這些純粹都只是一個個人的風格選擇，所以也不存在對與錯。那接下來就看看顏色方面，能看到這個作者對黑紅搭配情有獨鍾，而且經常會有一些冷暖的對比。那我比較被他吸引的呢，就是這一系列比較偏灰的畫，因為我還是要挑戰嘛，所以還是往自己比較感興趣的方面去靠。可以看到這個系列是那種整體偏冷灰調，然後一般會有發黃光的飾品作為點綴，有一個冷暖對比。那一些基本的分析就到這裡，就先開始畫吧。其他補充的東西就到後面創作的時候邊畫邊聊。開始畫的時候我就在想，不如我也試着用它的設計邏輯來設計一個人物，但是我這方面的知識並不是那麼的強，設計這個加點我就沒什麼加，但是我就主打一個分享思路吧。像我注意到的點，作者有一些設計就比較偏東方鬆弛偏大的袖口設計，但是比較特別的點，它會融入一些類似廢土朋克和一些比較酷風格的設計，像是一些皮帶、手套、金屬扣環這種，還有一個就是標誌性的發着暖光的飾品，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的元素，但是我目前就只採納這些
設計點，然後就開始發散我的思路。哎呀，反正就畫畫嘛，就玩，就亂搞，看怎麼能連串在一起就連串在一起。那我最開始找參考的時候就看到這一張，我就覺得，哎，好像可以連接到東方風格這種感覺，然後又有一點黑幫氣質，但是它的氣質又比較不一樣，它不是那種很冷酷，然後不怎麼說話，又比較活潑的感覺。然後我就想說，哦，可能可以往這方向去。然後髮型方面，我想做出一點點區別，玩點東西。因為這個作者的角色經常都是一個馬尾乾淨利落的感覺，我就想說，反正我第一個參考的找了一個丸子頭，那我不如就延續這個設計。然後上半身呢，這個內搭和外衣的設計就是這個方向，但是外套我打算給它做半邊，因為我想可以讓它露出皮膚。然後下半身就用一個比較典型的一個寬鬆的褲子，然後我的設計就出來了。The fuck， 反正就自己看得懂就好，看得大概就好。然後我 M 的構圖方向和人物動態就比較偏這種側面了，因為這個也算是它比較多的一種形式也比較好上手。至於姿勢的參考，我就找了這一張。對於找參考，大家不要太抱有羞恥心還是什麼呀？因為參考對於畫畫來說是完全必須的，反而你厲害找參考還是一個很厲害的技能。那基本食材我們都已經準備好了，那就開始畫吧。哦，對了。那還有工具，這是用到的筆刷呢，就是最基礎的19號筆刷，但是它的頭和尾巴就是把壓感關掉了。還有一個普通的噴槍，還有模糊工具，還有一些塗層效果，就這樣。起稿的方式就用了線稿，起了一個很草的線稿，然後開始鋪色。我最開始就會畫一個塗滿的人物剪影，然後就用塗層蒙版，上固有色。塗層蒙版是個很方便的功能，讓你不突出底下塗層，對於你不想一直修飾輪廓就很有幫助。我的話就純粹是懶，想要快一點。操作的方法就是你要有一個已經塗好塗滿的塗層，然後在这個塗層上新建一個塗層，選擇這個新的塗層，按照短的對着底下塗層邊框點一下，這樣你就已經用上了蒙版塗層。反正看不懂就多看幾次。至於這個暖色的飾品，我最後還是選擇了耳飾，但是我換成了三角形。然後要注意這種自發光的東西，它四周圍的物體就會有一些受光面，這些都是畫面的加分項。你要做的更細，你甚至可以去思考照到的物體是什麼材質。如果是皮膚薄的地方，它可以變得更通透，甚至有血色。好像如果是金屬，對比就會變強。如果是強烈固有色的物體色相可能會改變什麼什麼的。然後可以看到我在做這種皮膚素描關係的時候，顏色基本都是灰灰的。頭髮的話呢，就不會加那種小面積的高光，反而會有一點點泥質感的感覺，因為整個環境都比較偏灰暗陰天的感覺，也是因為貼近作者頭髮的畫法。然後前面說到作者喜歡黑紅的搭配，我自己在飾品裡面就添加了一些紅色，但是比較小面積的點綴。而一些手臂的結構就不要忘記了，就不只是物體內的內容，外輪廓也是要照顧到的。這裡呢又加了一個紅色的點綴，然後背景我就是大概畫了那種香港的樓，大概畫一點素描關係，最後都是要弄模糊的，類似這種效果。然後我參考的大方向也是這一張比較多，可以看到其實是有很多筆觸的。這種筆觸呢不是刻意的去營造的，只是因為畫的時候不要一直去放大，而是盡量用色塊的方式去概括，就能形成這種筆觸。所以作者一些圖裡面的筆觸也是這個原理，但是好多人好像都不怎麼 get 到這個點。給你們舉個例子，像我們現在觀察這張圖，你能看得到前面的人是人，後面的人也是人，然後後面你能看到有樹有草有什麼什麼。可是如果你放大觀察的話，你會發現到這全部都是色塊的概括。然後再來看看作者的表達手法，其實這就是一種表達形式，就是你在信息表達足夠的情況下，白話就是已經看得出這個東西是什麼，那個東西是什麼，這個是頭髮，這個是羽毛，這個是鎧甲，這個是布料，那就已經足夠了，而不是說看到這個筆觸是這樣子擺，那個筆觸是那樣擺，然後強行的放大去模仿那個筆觸，這個方向怎麼說呢？就好像不太正確了。其實也有那種畫石膏，然後看那些大師是怎麼排線，那個結構的走向是怎麼樣了，然後他會跟着那個結構走。這種是對了，因為本質上你是在了解結構。哎呀，反正就是一句話，你去體驗，不要放大你的畫布去完成一幅作畫。你不管是畫五官 OK 啦，你可以放大，但是如果你是畫好像衣服啊、背景啊、手啊、肌肉啊這種啊，你都不要放大，然後你就能體會到我們剛剛在討論的東西是什麼了。
然後後面呢就沒什麼東西看了，基本上就是刻畫，把東西整理清楚，然後背景就模糊，然後用那種下雨的筆刷放一點雨這樣子，然後看一下最終效果，基本上就是這樣子。因為這個是準備素材嘛，所以我畫的時間也沒有到很長，差不多1個小時上下，還有很多地方其實可以完善的更好了，所以就當做是一個思路的分享。我覺得如果你們自己有想要挑戰學習，就是用這套流程來嘗試的話，就可能可以花更多心思在裡面啊。但是思路是這個思路沒有錯。然後最後呢，可能再聊一下關於風格這個東西。雖然這個是挑戰或者是說練習，因為我們這樣子做是把別人總結好的精華，就是他自己磨練出的一種風格，然後我們直接提取，然後用來嘗試。所以始終它並不是你自己的風格，所以就當做是一個學習還是怎麼樣，不要太過那個什麼呀，你知道了。但是呢，如果你能做到提取它的優點，然後融入進你的風格，那就不一樣了。這個東西其實就跟音樂或者是影視劇的導演啊，還是怎麼樣，一個學習的過程。是差不多的。哎呀，反正就差不多這樣啊，也沒有什麼東西可以講。然後這個內容我也不懂會不會持續做，或者是說還有什麼畫師之後想要挑戰啊，反正目前就先這樣，希望能幫到你們啦，peace。